現場失控。徐凱前女友度假區潑飲料，譚松韻成最大受害者。一杯飲料掀翻整個娛樂圈。2026年伊始，中國娛樂圈便被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波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。沒有預告，沒有聲明，也沒有精心策劃的公關流程，在一個原本應當低調而私密的新年度假場所，一杯被擲向空中的飲料成為點燃巨大爭議的導火索。事件的核心人物是當下炙手可熱的青年演員徐凱，以及深受觀眾喜愛的實力派女演員譚松韻。而站在輿論漩渦另一端的，則是徐凱的前女友，一位並未公開身份，卻迅速成為公眾討論焦點的女性。這場被稱為現實版電視劇的衝突，不僅讓圍觀者震驚，也讓整個行業開始重新審視明星私生活、情感邊界與公眾道德之間的複雜關係。據多名目擊者描述，事件發生在2026年1月初的一處高端度假酒店。當時，徐凱與譚松韻正被認為是在進行一次私人、低調的新年休假。原本安靜的度假氛圍，卻在一名女性突然出現後被徹底打破。目擊者稱，該女子徑直走向兩人所在的餐桌，幾乎沒有任何寒暄或警告，便將手中的冷飲直接潑向譚松韻的面部。液體四濺，現場一度陷入短暫而詭異的沉默。不少在場者最初甚至以為這是某種拍攝橋段，或是綜藝節目安排。然而很快，所有人意識到這不是表演，而是真實發生的情緒失控。作為直接受害者，譚松韻當時顯然毫無心理準備。多位證人描述，她在飲料潑灑後顯得極為震驚，一時間幾乎無法做出反應。有目擊者稱，她似乎試圖開口解釋或詢問，但並未獲得機會。在娛樂圈多年，譚松韻一向以低調、專業和親和力著稱。正因如此，這一突如其來的公開羞辱，讓不少粉絲感到憤怒與心疼。事件發生後，度假酒店的安保人員迅速介入，將譚松韻護送離場進行清理和休息，以避免事態進一步擴大。如果說潑飲料的行為是事件的爆點，那麼徐凱當場的反應則成為外界解讀整起事件的最大謎團之一。與公眾預期不同的是，目擊者普遍表示，徐凱並未第一時間安撫譚松韻，也未立即試圖平息衝突。相反，他顯得異常憤怒，情緒明顯失控。有證人稱，他站起身來高聲說話，甚至出現爭執行為。但關於這些言語究竟是針對誰前女友譚松韻，還是他自己，不同目擊者給出了截然不同的說法。有人認為他是在為譚松韻被攻擊而憤怒，也有人猜測這種憤怒更像是一種被當眾揭穿後的失控反應，夾雜着愧疚、焦躁與自責。隨着事件在社交媒體發酵，關於徐凱前女友的說法開始大量出現。根據網絡流傳的信息，這位前女友與徐凱曾有一段相對長期且認真的感情關係。有傳言稱，兩人交往多年，關係高度保密，甚至曾討論過未來發展，可能涉及婚姻規劃。正是這種隱秘而穩定的關係結構，使得後續的指控顯得格外沉重。據稱，前女友認為徐凱在尚未結束這段關係的情況下，與譚松韻發展出超越普通合作夥伴的情感聯繫，這種行為被他視為嚴重背叛。輿論的焦點很快從潑飲料事件轉移到更複雜的問題上，是否存在感情重疊。根據部分網絡爆料，徐凱與譚松韻曾在工作中有過密切合作，並保持私下聯繫。支持背叛說法的一方認為，這段關係在尚未公開分手的情況下逐漸升溫。更具爭議的是，前女友 Elegantly 並非通過徐凱本人得知這一變化，而是通過社交媒體動態、共同朋友的暗示，甚至疑似偷拍視頻或照片發現異常。
這種被動揭露真相的方式，被許多網友認為是情感傷害的放大器。在這場輿論風暴中，譚松韻的處境尤為複雜。部分網友質疑他是否明知徐凱仍有伴侶卻選擇介入，而另一部分聲音則堅決認為他同樣可能是被蒙在鼓裡的當事人。截至目前，並沒有任何可靠證據表明譚松韻知情或參與隱瞞行為。相反，他在事件中的被動遭遇，使不少人認為他是二次受害者。娛樂圈的合作關係本就複雜，在沒有確鑿事實之前，任何指控都顯得危險而不公。無論情感糾葛如何，前女友在公共場合向他人潑飲料的行為，已引發對法律與道德邊界的討論。多位法律界人士指出，這種行為可能構成輕微人身侵害或侮辱行為，尤其是在公共場所，有目擊者甚至錄像的情況下。但與此同時，也有人呼籲公眾理解當事人在極端情緒下的心理狀態，認為這是一場情感崩潰的外化表現。事件發生後，社交平台迅速被相關話題佔據，粉絲站隊、路人圍觀、營銷號解讀，形成一場典型的信息洪流。對徐凱而言，這場風波無疑對其公眾形象造成衝擊；對譚松韻來說，則是一場完全被動卻難以回避的輿論考驗。娛樂產業本就建立在公眾關注之上，但當私人情感被無限放大，明星是否還能擁有私生活，成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。結語：真相仍在路上。截至目前，事件中的多項指控尚未得到官方或當事人確認，所有說法大多來自目擊者描述、社交平台爆料及二手信息。在真相完全浮出水面之前，任何定論都為時尚早。但可以確定的是，這一杯飲料所引發的不只是一次衝突，而是一場關於情感、信任、公眾道德與名人責任的深層討論。2026年的娛樂圈注定從這一刻開始不再平靜。